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秋。今天我們要來拆解一段發生在4000年前的歷史。這可不是什麼遙遠的神話傳說，而是一個充滿了商業、野心，還有全球危機的真實故事。而這整個故事的核心主角是一位叫做吉吉的女性。你聽到的這段話是刻在一塊4000年前的泥板上的，這不是史詩，也不是什麼國王頒布的法典，而是一封充滿絕望的家書。寫下這封信的主人吉吉，他當時可以說已經是在崩潰的邊緣了。一個擬人的悲劇，卻很意外地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能夠一窺一個被遺忘的，而且是高度連結的古代世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接下來我們就進入第一個關鍵點。當我們提到全球化，你可能會想到網絡啦、飛機啦，或是半導體供應鏈這些東西。但如果我告訴你，早在4000年前就已經存在一個跟你我現在所處的世界一樣複雜的國際貿易網絡，你會相信嗎？這就是證據。考古學家在一個叫做卡內什的古城，你知道他們挖出多少塊這種泥板嗎？22000塊。沒錯，全部都是刻在泥土上的商業記錄。這個數量實在太驚人了，讓這個地方成為古代世界裡面文獻記錄最密集的一個社群。簡直就像是當時的商業數據中心一樣。而且這些泥板上記錄的內容真的會顛覆你的想象。這不是那種國家主導的很單純的以物易物哦，不是，它是一個充滿了私人企業精神的商業網絡。他們有創投，有信貸，甚至還有合資公司。這一切聽起來是不是跟我們今天的金融世界有種驚人的相似之處？你可以想象一下這個規模有多驚人啊！數據分析顯示，當時亞述城有整整1/10的公民是長期被派駐在幾百英里外的商業殖民地工作，這可不是偶爾出差而已哦，而是整個國家的經濟命脈都建立在這種跨國貿易上頭，形成了一個非常龐大的海外工作社群。好了，看完了這個宏觀的商業系統，現在我們把鏡頭拉近，聚焦在這整個系統裡面的一個關鍵人物吉吉。他的故事可以說是理解那個時代的一把鑰匙。吉吉的人生很特別，他剛好就處在2種完全不同文化價值觀的交叉點上。在他的夫家所在地卡內什，女性跟男性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是在他的故鄉亞述，女性卻只是父親或丈夫的附屬品。這個巨大的差異可以說完完全全決定了他後來的人生選擇。我們來看看吉吉這不凡的一生是怎麼走過來的。一開始是初次婚姻，她被父親安排嫁給了一位商人阿拉布。接着她接管生意，在卡內什管理家族的進出口業務，展現出她的商業才華。然而一場瘟疫來襲，讓她的丈夫和妹妹相繼去世，這是她人生一個巨大的轉折點。之後她選擇再次婚姻，但這一次是她自己主動選擇嫁給當地人，拿回了人生的主導權。最終她迎來了事業高峰，成為一名成功的獨立企業家，建立了自己的事業。你看，從被安排到主導自己的人生，這就是一條逆襲之路。吉吉的逆襲之所以可能，其實完全是建立在他所處的那個龐大的商業帝國之上。那麼問題來了，這個帝國的基礎設施究竟是怎麼運作的？你想想看，光是單程就要6個禮拜的貿易之旅，光聽就覺得很辛苦。第一步，他們在亞述城準備好要賣的錫和紡織品。第二步，組織好幾百頭驢子跟向導，組成一個龐大的商隊。接着，要翻越超過6000英尺的隘口，還要渡過像幼發拉底河這樣的大河。旅途中間，還得沿路向地方政權繳納各種關稅，最後才能夠抵達卡內什進行交易。這背後的物流跟風險管理，那個複雜的程度，絕對是超乎我們想象的。而且那些泥板上記載的，其實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在台面下是一個我們看不見的非常巨大的資源網絡。你想想，從專門養驢的、織布的，到負責修路的、當保鏢的，這個商業體系創造了無數的工作機會，撐起了整個經濟。不過，繁榮的背後，往往都隱藏着巨大的風險。接下來這個轉折點，不只徹底改變了吉吉的命運，也重重地衝擊了整個商業帝國。這場瘟疫並不是單一事件，
我們從很多不同家族的信件裡面都看到了這個詞巴達努，這代表它是一場大規模的流行病，而且它正是沿着那條非常繁忙的貿易路線，在亞述跟卡內什這兩個城市之間快速的傳播開來。這句話非常關鍵，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父親那種憤怒，但更重要的是，這裡揭示了吉吉主導權的轉變。第一次是我給你，第二次是你自己要。在經歷了這場災難之後，吉吉可以說是徹底奪回了自己人生的主導權。好，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貿易、科技還有疾病這3個東西是怎麼樣串聯在一起，共同形塑了吉吉的世界。這也是整個故事最核心的部分。這整個龐大貿易網絡的核心其實就是錫。在那個時代，錫就是戰略物資。它的地位就像今天的石油或晶片一樣，誰掌握了錫，誰就能制造出最強大的青銅武器和工具，也就等於掌握了那個時代的話語權。這種貿易到底帶來了多大的改變？我們可以從一個很簡單的東西看出來：工具的材質。在吉吉的時代之前，人們日常生活裡10件屠宰工具有9件都還是石頭做的。但是到了他的時代，因為錫貿易非常發達，讓青銅的成本大幅降低，情況完全反過來，超過90%的工具都換成了青銅。這不只是一場材料革命，更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它代表着先進的科技已經從貴族的奢侈品普及到了每個人的廚房裡。所以這就是整個故事的核心論點。那個創造了巨額財富、帶來科技普及的全球化網絡，竟然同時也成了散播毀滅性災難的完美途徑。它就是一把非常鋒利的雙面刃。現代的科學讓我們能夠拼湊出整個傳播的鏈條，過程可以說是相當清晰。源頭在2000英里外的錫礦，當地的礦工身上出現了一種能夠透過跳蚤來傳播的新型鼠疫。接着，這些帶有病菌的跳蚤就搭上了商队的便車，附在老鼠和狗的身上，沿着錫的貿易路線，就這樣一路從中亞把致命的病菌直接送到了吉吉的家門口。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透過吉吉的故事看到，4000年前的全球化是由錫貿易所驅動的，它帶來了技術革命，還有前所未有的繁榮。但是，這種緊密的連結也讓致命的瘟疫能夠快速的傳播，徹底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這個關於繁榮與風險的古老課題，其實直到今天仍然是我們這個世界需要面對的核心挑戰。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題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